嗨，大家好。由于近期感冒一直未愈，嗓子略显沙哑，实在不适合为视频配音，所以本期视频尝试借助 AI 语音来完成，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，谢谢大家。这是位于亚洲大陆最西侧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，总面积约为27000平方公里，约摸着大概是中国面积最大城市重庆的1/3，人口数量是2300万，其中以色列人959万，巴勒斯坦人1350万。这么小的地方却容纳着如此之多的人口，以及不同的种族、宗教，致使时至今日仍然战乱不断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家注意看这幅图啊，这个视角只是国际社会的视角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虽然有个边界，但这也只是停火线而非国界。换句话说，以以色列人的视角看，整个这2.7万平方公里都是他的，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他们的教科书也是这么写的。而从巴勒斯坦的视角来看，则刚好相反，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外来者，窃取了他们的土地，还阻止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。地图中还能看到一个豁口，豁口内侧正是圣城耶路撒冷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宣称这是自己的首都，而且这里还是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。整个耶路撒冷旧城区实际是按照宗教区块来划分的，除了最东侧的圣殿山外，东北侧的为穆斯林区，东南侧是犹太区，西北为基督区，西南为亚美尼亚区。世界闻名的哭墙就位于犹太区和圣殿山之间的这里。西南侧的亚美尼亚区存在感不高，是因为这里信奉的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，虽然源自基督教，但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，也就是基督教主流教义认为基督既是人又是神，而亚美尼亚教会认为基督只存在一个属性，那就是神，因此与主流基督教区格格不入。那么这座圣城乃至整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，为什么会出现种族、宗教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以至于现如今还战火不断呢？那就要从他们的起源说起了。犹太教的宗教经典希伯来圣经塔纳赫，也就是基督教所称的旧约圣经称，上帝用了6天时间创造了世界万物，其中第6天创造了人类，第7天他就休息了，这就是安息日。而在造人的时候，上帝是用土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了一个人，起名叫亚当，又觉得他寂寞，就摘掉了他的一根肋骨，变成了个女人，取名夏娃。从此人类的祖先开始在伊甸园里快乐的生活起来。这段故事跟我们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盘古开天、女娲造人有点类似，女娲用泥土仿照自己的样子捏出了人类，这点跟上帝倒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实在进化论出现之前呢，人类对于自己物种的起源总有很多臆想，比如上帝造人也就是圣经的记载，外星人造人大家可以参考电影普罗米修斯等。后面在讲述圣经的故事时还会出现很多，里面会夹杂不少怪力乱神的宗教私货，非信仰者看看就好，等到了有考古为证据的真实历史出现，我会提醒大家的。接着说上帝造人的说法，亚当和夏娃在偷尝智慧之树的禁果后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，两人便在凡间生儿育女，繁衍生息。到了亚当死后126年，约公元前2970年，也就是我们这边黄帝和炎帝部落跟蚩尤打仗的年代，中东那边诞生了另一个重要人物，那就是诺亚。这人据说活了950岁，500岁时还生了3个孩子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是圣经里记载的。这个时间上帝觉得人类作恶不断，要制造一场大洪水将其全部毁灭，又觉得诺亚这个人还不错，就让他打造一艘方舟，并允许他们一家以及每个品种的动物都带上一对，进而躲过了这场洪水灾难。按照诺亚活了900多岁计算，这个时间点刚好到了中国上古的尧舜时期，当时黄河泛滥，水患不断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，的确有点巧合。洪水过后开始了人类的新纪元，刚才不是说诺亚在500岁的时候生了3个孩子吗？分别叫闪、含和雅弗。以犹太人的世界观，在亚非欧3大洲里，这3个儿子就分别是白、黄、黑众人的祖先。而在大儿子闪的后代中，有一个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终于出现了，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。原本家族居住在现在的伊拉克南部，有一天他竟然听到了神的召唤，要他去一个叫迦南的应许之地，也就是现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。于是亚伯拉罕带着比他小10岁的妻子撒拉，一同来到了迦南。到了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，
他的妻子始终没能怀上孩子，于是他就让自己的使女给亚伯拉罕做了妾，随后生下了第一个儿子，取名以实玛利，也就是树长子。亚伯拉罕也纳闷呢，我这也没问题啊，怎么这么多年就没有嫡子呢？到了亚伯拉罕99岁时，上帝再次出现，称你想要嫡子也容易，不过要跟神立下契约，以后你后代中所有的男孩出生后都要行割礼。夫妻二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我都快奔百的人了，还能生吗？不过就在约定达成之后的一年，100岁的亚伯拉罕和90岁的正妻撒拉就生下了嫡长子以撒，这个以撒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。嫡长子既然已经有了，正妻撒拉就将妾室和他生的庶子给赶走了。旧约圣经中并没有他们后来明确记载，不过1000多年后却让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给续上了。在古兰经中，庶子以实玛利再次出现，他离开迦南后到了南边的麦加，父亲亚伯拉罕还多次过来看他，并让他修建了穆斯林心中最为神圣的克尔白。而穆罕默德正是这位庶子的后裔。犹太人心中10000个不乐意，你能不能别瞎编我们的圣经啊？穆斯林就说了，大家都是编的，谁也别说谁。于是这位庶子以实玛利就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。所以从宗教的眼光来看，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也算系出同源。特朗普还特意在2020年拉着以色列、阿联酋和巴林签了一个亚伯拉罕协议，共同尊亚伯拉罕为祖先，来展现和平的诚意。不过现如今看，和平远非那么容易。嫡子那边，以撒生了个儿子叫雅各，后来被天使改名为以色列，这就是以色列第3代始祖。后来以色列人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。雅各以色列有1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在埃及做了宰相，后来迦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，雅各也就带着族人一起到了埃及避难。不过日子一长，埃及人觉得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于是将以色列人打成了奴隶。这时以色列人中出现了另一位伟大先知，那就是摩西。在他的带领下，犹太人离开了埃及，回到迦南那个应许之地。在途经红海时，摩西手杖一伸，上帝出现，将红海被劈开一条路，以色列人顺利渡过，而追赶来的埃及人则被洪水淹没。于是摩西跑到西奈山上跟上帝签约，最终回到了迦南。这就是著名的出埃及记。这一段关于希伯来人因为饥荒逃到埃及，并因为战败而逃回迦南的过程大致符合史实，在古埃及的史料中也有提到，不过什么劈开红海、与上帝缔约等等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出埃及记的时间尚有争议，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445年较为合理，这个时间点刚好为中国的商代。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后，雅各的12子的后代也演变为12个支派，并由12子后代扫罗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王国。扫罗死后，王位来到4子犹大这一支派手中，比较有名的就是大卫王和所罗门王。而后由于所罗门后期全力修建第一圣殿，致使发生民变，王国于公元前931年分裂为北方10个支派组成的以色列王国，定都撒玛利亚，位于今天巴勒斯坦境内，以及南部2个支派组成的犹大王国，定都耶路撒冷。这个时间刚好是西周第5位天子周穆王在位的时期。南部的犹大王国主要源自犹大支派，这个支派对上帝还是比较虔诚的，严格遵守摩西跟上帝的约定。而北方10个支派则相反，他们不再受宗教的约束，而且还崇拜偶像，并跟异族通婚。到了公元前722年，北边的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吞并了。旧约圣经说这是上帝耶和华对他们的惩罚，这个当然就见仁见智了。因此虔诚的犹大王国就延续了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存在。不过他们好运并没有延续太久，就被后来的新巴比伦帝国征服。巴比伦人将耶路撒冷洗劫一空，第一圣殿被毁，国王和国民全部被押往巴比伦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。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第一次被完全灭国，发生在公元前587年，也就是中国历史的春秋时期。直到40多年后，波斯人灭了巴比伦后，才将犹太人放回耶路撒冷，并允许他们重建第二圣殿。以前犹大王国的地盘也以犹大省的形式存在于多个帝国，波斯统治完希腊统，希腊统治完罗马统，而在罗马统治时期，犹太人所形成的犹太教第一次迎来了一个巨大分裂，那就是耶稣的认同问题。由于旧约圣经早在耶稣出生之前很久就出现了，因此经文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耶稣的记载，里面只提到了一位救世主将解救所有犹太人。
并由他带领以色列人恢复大卫统治时期的辉煌。这个救世主用希伯来文叫弥赛亚 Moshiach， 用希腊文就叫基督 Christos。基督教认为耶稣就是这个救世主，他是上帝之子。犹太教则全力否认，认为犹太教的救世主时至今日都还没有出现。而后出现的伊斯兰教则承认了耶稣在迦南地区传教，但不认为他是上帝之子，更不承认耶稣所谓的神性，他只不过是个先知，但地位不如上帝在人间的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。不过，这三个宗教可能万万没想到的是，1000多年后，在遥远的东方出现了一股神秘力量，那就是洪秀全所创建的拜上帝会。他不仅承认了耶稣是上帝之子，还自称是耶稣的弟弟，上帝二儿子。太平天国全盛时期治下人口达到3000万，甚至还惊动了罗马教廷。不过最后大家也知道了，最终以闹剧收场。耶稣是个犹太人，由于后来基督教实力太大，就把耶稣的诞辰当作公元纪年的元年。到了公元30年，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3天又复活。当然这一切均不被犹太教所承认。犹太人继续在罗马人统治的犹太行省生活。不过从公元66年至135年间，犹太人由于不满罗马人的统治，发起了一连串的大规模起义，但均被镇压，耶路撒冷再次被夷为平地，第二圣殿也被摧毁。自此犹太人被罗马人驱逐出故地，开启了他们近2000年的流浪生活。罗马人为了抹去迦南地区的犹太的痕迹，便将这里改名为巴勒斯坦。巴勒斯坦源自于希腊语腓利斯丁，腓利斯丁是个海上民族，在希伯来人迁移到迦南之前就在沿海定居了，也就是现在的加沙附近。不过这个海上民族早已被后来的统治民族所同化，与后来的阿拉伯人没有任何关系。而后阿拉伯人战胜罗马帝国，接管巴勒斯坦地区，犹太人离开后的空白便迅速由南部而来的阿拉伯人所填补，逐渐形成了现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。刚才也说了，公元7世纪，穆罕默德受基督教影响创建了伊斯兰教，因此巴勒斯坦地区也就开启了漫长的伊斯兰化过程。直到19世纪末，在犹太复国运动者策动下，大批犹太人才开始移入巴勒斯坦。不过在宗教与种族的差异下，一直与当地阿拉伯人发生着流血冲突。而后就是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，再到1948年联合国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，而之后就开启了旷日持久的以巴冲突，直到现在。这些近代历史大家相对已经比较熟悉了，就不再赘述。本期视频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犹太人、犹太教和巴勒斯坦人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起源，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